2025年11月7日，德國多家主流媒體報道了中國福建艦航母正式入列服役，這在世界軍事史上算得上重大事件，它改變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軍事霸權地位。今天咱們來看看德國《世界報》的報道，正式入列，中國軍隊接收配備彈射器的福建艦航母。中國軍隊接收第3艘航空母艦，福建艦成為首艘完全由中國自主研制的同類型艦艇。通過福建艦，北京在技術上正縮小與美國的差距。中國正式將其首艘完全自主研制的新型航空母艦福建艦入列服役。據國家電視台報道，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在周三於海南島舉行的儀式上，在2000多名海軍官兵代表面前象徵性接受了軍旗。隨後，兼任中央軍委主席的習近平視察了這艘航空母艦。中央軍委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最高指揮機構。這艘以中國東南沿海省份命名的福建艦是繼山東艦和遼寧艦之後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第3艘航空母艦。雖然山東艦由中國自主建造，但其設計參考了蘇聯艦級，而遼寧艦則是中國於1998年從烏克蘭購得的3艘航母中的首艘。福建艦的影像資料於2022年首次公開。幾周前，這艘長約300餘米，估計排水量約為8萬噸的軍艦赴南海進行最後測試，目前停泊在海南三亞。在航行途中，這艘巨艦穿越了台灣海峽，這是中國大陸與台灣島之間的海域。北京方面主張吞併台灣。通過福建艦，中國旨在展示其由習近平主席指示推進的軍事和海軍現代化進程，這是全球規模最大的現代化項目之一。這艘新型航母因此也成為西太平洋地區的實力象徵。該區域正是美國軍事基地的部署重點。福建艦的列裝標誌着北京在技術上正追趕美國，因為該航母配備了新型電磁彈射系統。此前，全球僅有美國的福特號航空母艦搭載了同類技術，並已服役。德國之聲點評：從德媒的報道來看，他們是不願承認中國在一些軍事技術上其實已經超越了美國，比如電磁彈射。據專家分析，這種彈射系統能實現更迅捷的艦載機起飛，並可針對不同機型進行更精準的彈射調節。這意味着各類戰鬥機和無人機都能從該甲板起飛。台灣專家推測，若對台採取軍事行動，中國航母可能承擔鎖台任務。好的，朋友們，接着看看網民評論。第一條評論：中國順帶建了艘航空母艦，德國卻在炸掉燃煤與核能發電廠，到處安裝太陽能板和風力發電機，同時卻在逐步削弱工業基礎。要不了幾年，我們將遭受極其沉重的打擊。怎麼看跟貼？當中國全民騎自行車時，比如北京城裡有600萬輛自行車，我們曾對此嘲笑他們。那時的德國可是引以為豪的汽車王國，如今中國人造起了汽車，而我們卻騎上了貨運3輪車，這正是世間的榮光如過眼雲煙，或者說驕者必敗。再往下，台灣目前勢必在大規模部署水面、水下無人機。中國理論上確實具備攻占台灣的能力，但通過將戰爭代價推高到令人難以承受的程度，或許是有效阻止中國採取這種瘋狂行動的策略。下一則，強大的中國實力超群，正在為全球政治設定前進方向，至少德國還用公民福利和平子押金制度在抗衡。繼續往下，中國軍隊憑借其龐大人力與物資規模，確實形成壓倒性優勢。但正如俄羅斯對陣烏克蘭所展現的，直面實力優勢並不能保證戰場勝利。中國人民解放軍過去50年未曾經歷大規模實戰檢驗，因此中國很可能實質上只是紙老虎。怎麼看跟貼？中國在等待合適的時機解決台灣問題，而對俄羅斯的支持很可能也意味着中國意圖收回部分歷史領土。再往下，
美國新航母據說造價僅140億歐元，而德國聯邦和各州每年在移民事務上的支出約為500億歐元。倘若我們將這筆資金轉而投入航母建設，如今北海海域恐怕已有30艘這類巨艦在游移了。順便說說而已了。下一則，中國人選擇常規動力而非建造核動力航母，這一事實似乎表明他們並無意謀求全球力量投送。咱們看跟帖。當然，中國正在全球範圍內積極拓展影響力，不妨去非洲、南美洲和巴爾幹地區實地了解，這些地區都能觀察到中國日益增長的存在。就連俄羅斯的部分地區，普京也或多或少已將其置於習近平的勢力影響之下。繼續往下，中國已公開表示，將在解放軍建軍100周年時實現與台灣的統一。與此同時，中國對稀土及稀土衍生產品實施了嚴格的出口管制。最晚到那時，德國殘存的工業將陷入黑暗。我們能用什麼制裁來打擊中國呢？除了瓶子押金回收機，我想不出別的了。再往下，習近平主席的願景是恢復中華帝國歷史上的疆域範圍，但與普京不同，習近平尚未在任何地區採取軍事行動。只有當西方出現外交弱點，或主要西方國家採取綏靖政策時，他才會伺機推進。下一則，這回咱們的發展援助總算見到成效了。朋友們，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，凡是德國媒體呀，他們說到中國的一些發展進步的時候，總會帶上一句什麼德援，也就是德國的發展援助，這已經是老生常談了。雖然德國所有的發展援助早就不存在了，但是他們德國人老是認為啊，就是德國那點区区的发展援助支撐了整個14億中國人的所有的建設發展，真是太搞笑了。好的，我們繼續往下。中國自主建造航空母艦，不僅速度創下紀錄，還配備了電磁彈射系統。這項技術其實源自我們提供給他們的磁懸浮列車，如今僅在中國運營的磁浮線路。我堅信，獲取我們德國的技術才是他們當初合作的唯一目的。若非如此，中國理應會建造更多磁懸浮路線，而我們現在連護衛艦都難以順利建成，即便建成，也需要數年才能服役。再加上護衛艦等艦艇存在的軟件問題，等等等等。對於一個曾孕育詩人與思想家，更在發動機、火箭等領域引領過時代的德國而言，這種現狀實在有失尊嚴。可憐的德國啊，何止是財政困窘。咱們看跟帖，美國在其最新航母上已取消電磁彈射系統，轉而改用傳統蒸汽動力彈射技術。此舉背後必然存在特定原因。咱們繼續看跟帖，或許中國人取得了技術突破，他們可能已經發現並改進了原有系統的缺陷。下一則，憑借福建艦，北京在技術上正追趕美國，而這完全得益於德國每年向中國轉移支付的6億歐元發展援助資金。好，看跟帖，這純粹是虛假陳述，迎合了那種老套的德國白白送出數十億歐元的論調。中國多年來早已不再接受傳統意義上的發展援助，少數保留的合作項目僅涉及氣候變化、科研教育領域，與軍事技術毫無關聯。福建艦是中國自主大規模研發和軍力建設的成果，絕非德國轉移支付的產物。傳播這種虛構數字的言論，只適合在酒吧裡八卦。再往下，採用常規動力的如此大型航母，其作戰半徑必然有限。中國是否已具備航母實戰經驗？據稱，此前演習中，艦載機起降協調曾出現困難。若電磁彈射系統僅能維持數分鐘起飛一架戰機的頻率，實戰緊急升空將面臨挑戰。目前僅有美國擁有真正的航母實戰經驗，中國在這方面仍需積累大量實操經驗。下一則，這些記者究竟從何得知航母的真實性能，
並斷言中國借此追平了美國。看跟帖，不必擔心，他們其實一無所知。除了歷史專欄外，這些記者對軍事領域根本毫無專業認知。中國追平美國？天哪，這種高論從何而來？繼續往下，中國確實成功實現了個別型號艦載機的起降，這點值得肯定，整體表現令人印象深刻。但真正的核心技術在於航空作業流程、連續起降與着艦調度的協同運作。目前，全球僅有美軍掌握這套完整體系，這需要人們去理解，或者說需要意願去理解。好，跟帖，您如何能斷定中國人不具備這種能力？美國確實擁有更豐富的實戰經驗，畢竟他們持續發動各類戰爭，而國際社會對此似乎早已司空見慣。下一則，為什麼這東西看起來又像是完全仿製的？就像中國空軍的 J 系列戰機一樣，中國人到底能不能自己造點什麼東西，或者至少改改設計嘛？別總是看起來像山寨貨。繼續往下，中國海軍這種所謂的壓倒性力量，不禁讓人聯想到冷戰時期蘇聯軍事機器的壓倒性力量。雖然我認為中國的能力遠勝蘇聯，但是它終究是個專制政權。許多表象都不可輕信，但願不會迎來真正的實力檢驗。再往下，所謂中國在技術上已趕上美國的說法，實屬美化之詞。這種印象似乎僅源於其外觀與福特號相似。在核反應堆小型化技術領域，中國顯然仍處於落後狀態。下一則，美國擁有數十年核動力航母運作經驗，已完善其作戰體系，並儲備具實戰經驗的官兵。中國航母雖外觀酷炫，卻仍依賴重油作為動力源。下一則，大多數德國人，特別是政界人士，根本沒有認識到中國已發展成何等強大的科技與軍事力量。中國擁有數百萬受過良好教育的工程師群體，低廉的勞動力成本，極低的能源價格，並通過戰略布局確保了所有關鍵原材料的供應渠道。按購買力評價計算，中國很可能已是全球第一經濟體。美國建造一艘航母的預算，中國足以完成5艘的建造，而德國如今連護衛艦都難以順利完成。德國民間那種將中國產品謔稱為山寨貨的盲目自大，暴露出致命的認知缺陷。建議親自赴中國考察2周，實地走訪若干大城市。我們看這位網友的跟帖，他說：“我兒子正在中國出差，拜訪了幾家當地的高科技企業。他的結論再次是，我們德國才是發展中國家。”再往下，所謂完全在中國自主研制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。福建艦的外形與美國航母驚人相似，同樣配備了美國最先進福特級航母使用的電磁彈射系統。這明顯是中國人又一次在設計上大肆抄襲。相比之下，俄羅斯唯一的庫茲涅佐夫號航母才是真正完全自主研制的產物，但多年來始終是艘漂浮的爛尾工程。即使在其狀態較好的時期，這艘船也因故障頻發而必須配備拖船隨行，以防沉沒。這艘航母最多只能算給俄羅斯潛艇部隊湊數的裝備。好的，朋友們，接着我們看看德國《時代報》的部分報道，與《世界報》相似的就不翻譯了。電磁彈射系統，福建艦是中國首艘完全自主研制建造的彈射型航空母艦，標誌着中國軍事實力的重要進步。同時，這也是全球第2艘配備電磁彈射系統的航空母艦。目前僅有2017年服役的美國海軍福特號航母搭載同類系統。該艦被視為當今世界最先進的航空母艦。電磁彈射系統作為新一代航母的艦載機起飛裝置，旨在取代長期沿用的蒸汽彈射技術。據專家分析，該系統不僅能實現更高效的艦載機連續彈射，還可根據不同機型進行精準調控。這意味着各類戰鬥機乃至無人機都能藉此平台實時起飛。
台灣軍事專家推測，若台海爆發軍事衝突，中國航母戰鬥群可能承擔對該島的封鎖任務。福建艦穿越台灣海峽，作為中國近年持續強化軍事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，福建艦的列裝也成為西太平洋地區的實力象徵。該區域正是美國多個軍事基地的部署地。此前，中國艦隊擁有2艘航空母艦，分別是2012年服役的遼寧艦，該艦原為蘇聯時期建造，以及2019年服役的山東艦。即便新增這艘航母，中國仍遠落後於擁有11艘航空母艦的美國海軍。在正式服役前，福建艦就曾成為新聞焦點。今年9月，該艦穿越了台灣海峽，這條海峽將中國大陸與實行民主制度的台灣島分隔開來。中國海軍當時稱此次行動為科研試驗和訓練任務。同為9月，中國政府公布了多款戰機起降訓練畫面，包括最新研發的殲35隱形戰機。好的，朋友們，最後咱們看幾條網民評論。第一條評論，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證，昭示着腐敗的俄羅斯如何在實力格局中被中國反超。繼續往下，這確實是一艘不容小覷的軍艦。中國正在大規模推進艦艇建造，但這些艦艇是否能在實戰中證明其價值，仍是最關鍵的未知數。相比這些大型項目，我更關注中國正在研發的海上無人機技術，這將是未來的重點發展方向。再往下，又一塊鑲嵌在新興超級大國版圖上的拼圖，這個國家終將令昔日霸權黯然失色。下一則，第3艘航母了，他們需要多少艘來對付台灣呢？再往下，中國又向統治世界邁進了一步。下一則，那艘老舊航母實為烏克蘭製造，恐怕已難堪實戰。2019年的新航母只是該型號的仿製品，即便具備有限作戰能力，也相當勉強。關於新建航母的參數數據值值得嚴重質疑，其設計理念更近似50年代的航母水平。結論是宣傳聲勢浩大，實際效果有限。印度擁有的航母質量都更優於中國，而日本那4艘偽裝修飾的航母自然無人提及。對了，就連泰國也擁有一艘航母，儘管體型較小。下一則，這艘航母飛行甲板已出現嚴重裂縫，中國至今未掌握在大型艦艇上設置伸縮縫等技術，而這些技術西方早在20世紀初就已實現。參照奧林匹克級郵輪，中國所有航母都存在相同問題，最上層甲板會出現斷裂和裂縫。然後呢，這位網民列出了全球防務公司2024年5月2日報道鏈接。儘管中國宣傳聲勢浩大，但圖像顯示中國新型福建號航母甲板上存在2處主要裂縫。下一則，福建艦象徵着中國的戰略決心，而歐洲卻沉溺於程序、委員會和權限劃分。我們空談安全，別人卻在切實構建。好，看最後一條評論。由福建艦率領的航母戰鬥群是當今全球最強的海上作戰力量。未來，它將與配備電磁彈射的2棲攻擊艦組成混合編隊，執行全球任務。若作者將此視為針對台灣的行動，實在荒謬。好的，朋友們，從2家德國媒體的網民評論可以看出，大多數德國人對於中國的軍事實力完全沒有客觀認知，反而對此嗤之以鼻。而對美國的軍事實力頂禮膜拜，其實這對中國反而是好事。他們認為中國軍力不行，中國航母不堪一擊，然後對美軍的軍事沾沾自喜。他們如此腦殘的認知，對中國難道不是好事嗎？你們說對不對？好的，歡迎大家留言啊。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，我們下期見。